听宇宙精灵探索世界，探索自己，不管哪里，我们一起。大家好，我是 Skyler。今天这集影片的一开始，我需要先慎重的跟大家道歉。我 Skyler 本精灵，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户外咖，喜欢爬山、露营、潜水，还溯溪。结果频道一开到现在，一集户外的影片都没有啊！骗人啊！真的是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好，为表示我的歉意，我今天特别的换上了录音仪。没有啦，不是啦。为表示我郑重的诚意跟歉意，我这集影片要出外景。而且是要那种先搭4个小时的车，再走13公里的山路才能到的外景地点。走，我们出发！我怎么那么荒谬？后面分享的东西很真诚结果开头这么荒谬是什么意思？直接变搞笑频道了。大家好，我是 Skyler， 我现在人在能高越岭步道的天池山庄。耶！好重！我走了13.5公里，然后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跟大家录这集影片。我有没有好用心？所以这个时候要干嘛？先帮我按下订阅。然后按赞，听完影片喜欢也可以分享哦。跟大家介绍这里是哪里？这边是天池山庄。天池山庄呢是一般如果你要爬奇莱南华，就是奇莱南峰跟南华山的百岳，或者是你要走能高安东军那条路。反正它就是一个必经会经过的一个山庄，可以让大家在这边休息这样。但因为就是奇莱南华这条路线，我们今天是走这条路线，就是前阵子因为一直山崩，然后一直封路，所以它其实封蛮久的。然后山屋也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它是盖得很高级啦，但是没有像以前就还有卖一些吃的啊，卖一些登山用品。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就是变得稍微落寞一点，但还是很开心有第2次机会来到这里。因为我们上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天气非常的不好。那今天呢，特别来到百岳上面的这个天池山庄，要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会开始爬山呢？那之后我的频道呢也会分享一系列关于爬山或是潜水、户外等等的相关的内容。所以如果有喜欢户外的朋友或者想尝试的朋友，是不是可以追踪起来了？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我想要分享舞蹈结合旅行，我取名叫做舞旅系列，舞蹈旅行系列。就是从我开始爬山的时候，然后发想这件事情，一直延续到我后来去其他国家旅游的时候，我也会在我去旅行的地方即兴舞蹈一段。那这个缘起是怎么开始呢？怎么开始就是舞蹈旅行这件事情？因为通常我们到一个地方很开心，都会想要记录。大部分的人都是拍照，可能拍漂亮的完美照、打卡这样子，对。然后我就想要有点用不一样的方式记录。除了讲话，还有什么方式可以记录呢？因为我是做表演的，所以我觉得肢体会是一个很好去传达我当下的心情跟感觉的一个方式。所以到一些我真的很有感觉的地方，或是当时可能有某些特别的情绪，譬如说很开心，或者是很难过，或者是很兴奋，或者是很感动等等的，我都想说，我用我在当下环境感应到的那个情绪情感，透过我的身体自然的流动出来。期许未来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有一个即兴舞蹈跟当地做一个连接对话的一个方式。那这件事情怎么开始的呢？我人生第一次重装，就是背很重，大概10来公斤的装备、帐篷、睡袋，然后到深山里面去露营、野营的经验，就从这一次开始。我还记得那一次是去一个叫松罗湖的地方，它是在台湾的宜兰。那时候就2个朋友就找我说，有没有兴趣去玩
野营尝试看看。那我其实超级有兴趣，我一直很想做这件事情，但是碍于就是商业团价格很高，然后所以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时候就有2个朋友找我，我就去了。这样，那我们一路上其实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就是大家说爬山最讨厌遇到什么，就是下雨。没错，我们下了整路的雨。跟大家分享那天。而且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爬山，所以其实装备啊、重装什么的还弄得不是很熟悉，所以就一直在瞧装备、瞧这个、瞧那个。又遇到下雨，因为其实松鲁湖它那边本来就很湿，很容易下雨，然后地板都是泥泞。一开始我们都不敢踩，就是要这样要跨过去，但后来就发现，不对啊，我们穿的是雨鞋，我们为什么不能踩泥巴？后来就变成一个玩泥巴的过程。就开始几个大人在那边，泥巴好好玩。回到小时候那个初心。那时候我去完2天1夜的松罗湖以后，我有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写上我的游记。这个人生第一次野营，第一次这么户外、这么 outdoor、这么野的经验，给了我非常多的一些人生哲理的启发。就是我看到树木的生长，我看到环境的变化，还有我们后来经历的那些过程，都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我觉得是城市里面没办法体会到的那个感觉。那时候就有点下雨嘛，所以我们就是雨衣一直穿脱，耗了很多的时间。加上我们起灯的时间也比较晚，所以我们已经走到摸黑了，都还没有走到要扎营的湖边。那个时候就是我朋友就很害怕，天黑了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变得很冷静。因为我知道，我虽然也会恐惧未知、恐惧黑暗、恐惧危险，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应该要站出来，跟恐惧同在，带领大家走到营地。因为我平常都在走在后面，慢慢的这样子，我那时候就走到前面，领着大家很快速的找到营地。然后到了营地，我们又在雨中扎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因为我后来爬山没有再遇过这么夸张的下雨的状况，我真的是从此爱上登山。我朋友听完我的经历都觉得你是疯了吗？因为这么惨的天气状况，然后还可以爱上登山。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因为前一天下雨嘛，就等待看早上会不会雨停这样。结果帐篷一拉开，全是白雾，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什么都没有，就跟现在的山一样，就跟对面现在都是雾一样。那天更夸张，其实就是有点心灰意冷，背了那么重的装备，然后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到那个营地，然后我们就在帐篷里面煮我们的早餐，吃完以后再度拉开帐篷的时候，我们发现雾散开了，露出了一点点，因为那时候是枯水期，一点点那个湖变成河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在新疆还是哪里有一大片的草原，然后有蜿蜒的河流，雾气弥漫这样子，超漂亮。我真的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是觉得很感动的一个画面。因为那时候刚好是平日，都没有人，然后当时的登山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就是普及跟盛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湖边，就是散步啊，大声大叫、唱歌这样。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你要不要在湖边跳舞？我帮你录这样子。”我说：“好啊。”我当下也很感动，心情是非常悸动的。然后我就跳了一段舞蹈，短短的。但是就是因为那一段舞蹈，我有开启不一样的想法跟机会，那我就把它 po 在我的 IG 上面，然后就有一个做舞蹈纪录片的导演就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合作，因为他很喜欢我在大自然里面舞蹈的那个样子。然后后来到其他爬山的地方或者是旅游的时候，我也觉得好像可以用舞蹈去记录当下的心境。就你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你会马上的回到那个当下的感动跟触动，因为频道会讲很多旅游的或是爬山的东西，但是会有一个特别的舞蹈旅行，叫做舞旅系列。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就是舞蹈结合旅游的一个形式，会分享给大家。好冷，我快冷死了！这个阳台都没有人睡，真的太冷了。然后，但是我就是想要在这个地方，在一个很户外的场域，刚好也是要来爬百岳的行程的。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跟大家分享这一集跟未来这个系列要做的事情。那我等一下会把影片放在后面，你们可以来看一下这短短的影片。
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然后那个地方也是带给了我很多的学习，大战教了我很多的东西。虽然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但是他用他的存在就告诉我了很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好像不用急着去做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存在本身就是充满意义，就是本身你的存在就是会让人有所学习，或者是让人有所启发。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存在就好了。那即兴舞蹈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也是跟存在有关系，就是感觉当下，就是非常当下去感觉你的身体跟这个环境，然后你想要说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所以也没有很局限说一定要怎样，你可以用你的诠释，因为它是架构在你本身的身体条件跟你本身过去的身体的资料库，你过去学过什么舞，或是你过去做过什么样的肢体，它会有你的那个东西的诠释，所以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我非常喜欢即兴舞蹈，然后我觉得非常有魅力的原因。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噔。哦，好冷！我跟你们说，最冷的是什么？是脚，真的是脚最冷哎，脚真的很冷，哇，快冻僵了！我赶快进去喝热水了，拜拜。哦，还忘记讲，想要看更多户外或是旅行，或者是对我这个专题舞旅系列很有兴趣，或是对我这个人怪怪的这个人有点兴趣，因为我都会分享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东西，那都很欢迎大家可以订阅追踪起来。那我们就每周线上见喽，拜拜。什么东西呀？对啊，我这么荒谬，然后中间分享这么感人、这么有深度的内容，大家会喜欢吗？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不正经的频道，然后又讲很正经的东西，到底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继续分享下去的啊，哈哈，是吧？好啦，我们下集影片见喽，拜拜！啊，如果想要听到我分享什么样有趣的内容，或是觉得希望我再继续搞笑的话，也没有关系，也 OK， 你们就留言告诉我，好不好？记得留言哦。好，我们下集影片见。还没订阅的，赶快订阅，哈哈哈！就是你啦，对啦，订阅按下去，哈。